好了，我们今天来深入聊聊，就是用看电影、看剧的方式学中文这个事儿。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明明花了不少时间看中文电影、电视剧，可这听力，好像进步不太明显，就感觉，剧情看进去了，但语言好像就那么过去了。这个情况其实挺普遍的，所以这次我们就来好好梳理一下，看看问题到底在哪儿，还有就是，怎么才能让看电影真正帮你提高中文？没错，看电影学语言啊，这个潜力肯定是有的，很多理论和经验都支持这一点。但就像你刚才说的，效果好不好，关键真的不在于你看了多少部，而是在于你是怎么看的。我们看的这些材料，不管是学习者自己的分享，还是一些研究，都指向一个核心，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很被动的在那看，那主要就是个娱乐。只有你主动的、有策略的去把它当成一个学习工具来用，它才能真的发挥作用。今天我们就来拆解拆解，怎么才能做到这种转变。嗯，这种花了很多时间但感觉没什么效果的困境，听着就特别耳熟。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不是就是大家看的时候，注意力全被剧情给抓走了，就好像大脑自动就切换到看故事模式了，根本没在学语言。正是这样，你想啊，电影本身被设计出来就是要抓住你的注意力，让你完全沉浸在里面。但从学语言的角度看呢，这恰恰就成了一个挑战。你的那个认知资源，就是注意力嘛，大部分都被剧情啊、人物啊、画面呐、这些占用了，真正留给处理那个语言声音信号的就很少了。这是个很自然的倾向，但对学习来说效率确实不高。嗯，然后就是字幕这个东西，像个拐杖一样，很多人就是习惯性的，要不开母语字幕，要不就开中文字幕，眼睛就跟着字儿跑了，耳朵好像，就成了辅助的。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把真正练听力的那个过程给绕开了？完全正确。这里头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有些研究甚至说啊，对于有一定基础的学习者，你看那个目标语言字幕，就是说看中文电影配中文字幕，有时候可能比完全不看字幕还要更妨碍听力本身的进步，因为它会让你的大脑倾向于去读而不是听，或者说在听和读之间来回切换，这个认知负荷太重了，反而干扰了对声音的处理。当然了，最被动的那肯定是依赖母语字幕，那基本上就是在用母语看电影简介了。这个说法倒是有点儿，反直觉。还有一个普遍提到的问题就是选片儿，有些学习者可能，一上来就挑战那种特别难的电影，比如好多古文的武侠片儿，或者专业术语特别多的那种行业剧，结果发现根本跟不上，除了看个热闹，语言上几乎是零输入。是的，这个输入材料的难度匹配太重要了。语言习的理论里有个核心概念叫可理解性输入。你选的电影远远超过你现在的水平，大部分内容你都听不懂，那这个输入就是无效的，挫败感会特别强，而且大脑也抓不住有用的语言模式。更关键的是，就算片子选对了，很多人看的时候也缺少那个主动加工的过程。比方说，很少会按暂停，对吧？或者是回放一下没听清的地方，查个层什么的，更别说去模仿读一下了。所以说到底，问题就是出在把看电影当成了一种，消遣娱乐，而不是一个需要你主动去参与的学习任务。方法上是被动的，目标也是模糊的，那学习效果自然就打折扣了。没错，概括的非常准。
没有有意识的去处理语言，没有主动练习和复习，你看再多也主要就是停留在娱乐这个层面。但这绝不是说看电影没用啊，恰恰相反，只要我们方法对了，它的优势是非常非常大的。对，我们得换个角度看，如果方法得当，电影的优势到底在哪儿？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能提供特别真实、特别自然的口语素材。教科书里的对话有时候有点太标准了，甚至有点刻板。但电影里呢，有真实的语速、自然的连读、吞音，还有各种语气词儿、口头禅什么的。这绝对是电影最宝贵的一个价值。它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而且生动的语境库，你能听到语言在各种真实情境下是怎么用的，还包括那些非语言的信息，比如说话的语气、停顿，甚至身体语言，这些对理解和最终的口语表达都特别重要。长期接触这种自然的语流，对于培养语感、提高你的听力反应速度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而且啊，还能学到很多地道的表达和文化的东西，很多俚语、网络词或者特定场合怎么说话，比如怎么委婉地拒绝别人，怎么表达亲近，这些东西往往带着文化信息，课堂上很难系统地学到。是的，如果咱们把这个放到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呢，电影实际上是在帮你弥合学和用之间的那个鸿沟，它展示了语言是怎么活着的。更重要的一点是，研究和经验都告诉我们，兴趣绝对是驱动语言学习最强的动力之一。你通过看自己喜欢的电影来学，过程本身就挺有意思的，对吧？这就大大降低了学习的枯燥感，让你更容易坚持下去。这一点太关键了。比起硬啃语法书或者背单词表，看一部好电影肯定更容易让人投入。所以这就引出了咱们最核心的问题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才能把这些潜力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中文能力的提升？有哪些特别有效的方法是咱们能从这些材料里提炼出来的？好，那我们就来梳理一下那些被反复证明确实有效的实践方法。首先，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精选合适的影片。这个不光是说选你喜欢的，还得考虑难度是不是匹配。比如说，根据我们看到的建议，如果你的水平大概在 HSK 4级左右，那么从现代的都市剧、校园剧或者生活喜剧开始，可能比较好。就是那种对话比较日常，语速也适中的。暂时先避开那些历史背景太复杂或者语言风格特别特殊的类型。也就是说，起点要现实一点，不能一下子就想看懂特别难的。同时呢，兴趣也很重要，要不然一部片子让你反复看、深入学，估计很难坚持，对吧？当然了，选你真正感兴趣的题材或者喜欢的演员、导演，这样你才有动力去反复看，去挖里面的东西。选好片子之后呢，有一个被很多人推荐的策略，叫做分层观看法，或者我们可以叫它2遍观看法的升级版。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呢？第一遍看的时候，可以相对放松一点，目标就是搞清楚剧情大概是讲什么，人物关系怎么样。这时候你可以打开你最习惯的字幕，比如说中文字幕。甚至如果刚开始觉得特别难，借助母语字幕先把剧情过一遍也不是不行。关键是先扫清理解上的障碍，享受故事本身。好的，第一步先看懂故事，那然后呢？第2遍，这好像就是学习的关键了。没错，第2遍就要开始主动学习了。核心是什么呢？关掉所有字幕，或者至少把它遮住，强迫自己用耳朵去抓信息。遇到听不懂的地方，或者你觉得这句话挺有用的，那就果断暂停回放。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就是把被动的接收变成主动的去探索。这个主动去暂停、回放的动作，
一下子就把看变成了练。正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在第二遍，甚至可能需要第三遍看的时候，就要结合一些具体的学习动作了。比如说精听和记录，准备个本子或者用电子笔记也行。听到好的表达、生词、固定搭配，或者你觉得说的特别地道的句子，暂停，把它记下来。也不用贪多，一次就专注几个点就行。有研究就说了，对少量材料进行深度处理，效果远远好过对大量材料前长浙制。那记录下来之后呢？这些笔记要怎么用？记录只是开始，后面怎么处理才是关键。你得去查清楚、弄明白这些词句的准确意思和用法。然后呢，我强烈推荐做一个练习，叫模仿跟读，就是 shadowing。选一小段你特别喜欢的对话，或者某个角色的台词，反复听，然后呢，试着去模仿他的发音、语调、节奏，甚至感情。模仿跟读，这个方法听起来是挺有效的，但是实际做起来会不会觉得有点别扭或者不好意思？我看有人分享说自己在家说都觉得有点尴尬。这个确实碰到了一个心理上的坎儿，很多材料都提到克服这种开口的恐惧很关键。这里的建议是你不用追求一下子就模仿的一模一样，刚开始模仿个大概的韵律和语调就行了，可以从很短的句子开始，甚至可以先在心里跟着默念。关键是迈出第一步，把语言真的说出来，哪怕只有你自己听到。这种练习对连接听力和口语非常有帮助。明白了，就是降低心理预期，更看重过程本身。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电影电视剧这么多，是应该尽量多看各种各样的呢，还是说应该就盯着一两部反复看？这个是个挺重要的策略选择。根据我们梳理的经验来看，对于语言学习少即是多，精深胜于广播，往往更有效。与其囫囵吞枣的看几十部片子，不如你精心选一两部难度合适、你又特别喜欢的电影或者剧，然后进行反复的多层次的观看和学习。一部好电影完全可以成为你好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精学材料，而且每次重看，可能因为你水平提高了，又会有新的发现。有点像咱们说的精读那个概念，就是把一部电影当成一篇文章来仔细研究。对，可以这么理解。最后呢，别忘了利用工具。现在的词典 App 还有那种间隔重复软件，比如 Anki 或者类似的，还有各种 online 学习社群，都能帮你整理复习和应用你在电影里学到的东西。就是看电影、做笔记、查资料、模仿、复习，形成一个学习的闭环。听起来这套方法确实是把看电影从一个挺被动的娱乐活动，提升到了一个挺系统的学习过程。那么，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你可以把你本来就喜欢看的那些中文电影，转化成一种既能享受乐趣，又特别高效的学习资源，让你的娱乐时间同时也是你的学习时间。是的。最关键的就是找到适合你自己的那个节奏和方法。这些策略不是死的教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时间学习风格自己去调整组合。你可以问问自己，我现在看中文电影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习惯全程开着字幕？听了咱们今天的讨论，你觉得有哪些方法是可以马上就试试的？哪怕只是从下一次看电影的时候，有意识的关掉字幕听个5分钟，或者就是刻意去模仿一句台词，这都是很有意义的进步。所以关键还是要转变观念，从看热闹变成学门道，而且要真正去行动起来。完全正确。我们再总结一下核心观点。电影本身它是中性的，它不会自动让你的中文变好。但是当你带着明确的学习目标，用上主动的策略，比如说精心选片，
专注去听，积极记录，勇于模仿，并且坚持复习，那它就能变成一个极其强大而且非常生动的学习工具。它的效果甚至可能超过一些传统的学习方式。那这一切最终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你可以更加自信地把看电影这个号无缝地对接到你的中文学习体系里去，让它不再只是放松，而是成为你语言能力提升的一个助推器。重点就在于主动性这3个字儿，你要从一个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一个语言的主动探索者和实践者。好的，那么下一次当你准备看一部中文电影或者电视剧的时候，不妨就从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方法里面挑1、2个来试试看。也许是挑战一下关掉字幕看一小段，感受一下纯粹用耳朵听的感觉。也许是找到一句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台词，按个暂停，跟着演员模仿几次。或者就是随手记下3个让你觉得挺新鲜有趣，想搞明白的词或者表达，试试看，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最后呢，还想留给你一个更深一点的思考角度。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怎么通过电影来学习语言技能本身。但除此之外，你有没有想过，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它里面的人物说话的方式，他们做事情的逻辑，故事背后反映的那些社会观念和价值观，本身就是一扇了解当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心态的窗户。在你学语言的同时，有意识地去观察和思考这些文化层面的东西，也许能让你的学习体验更丰富、更立体。或者再发散一下想，今天咱们讨论的这种主动的精学的方法，你觉得可以怎么用到你学中文的其他途径上？比如说听中文歌、看短视频或者读新闻什么的。这些思考确实都非常有启发性。希望我们今天的这次深入探讨能为你提供一些实用的思路和方法，帮助你以后更有效地利用电影这个宝贵的资源，让你的中文学习之路既有乐趣，也收获满满。感谢你的收听。